大家好，欢迎收看扣马电竞。今年春季赛开始之前 ，LPL 赛区可谓是强队格局大调整，而前几个赛季近乎完票的 V5 似乎决定在今年发力。V5 将首发阵容彻底更换，买下 Rookie 和 Karsa 作为重建的基石，拥有这样经验丰富且竞技实力依旧在线的中野。V5 自然不会是今年 LPL 赛区的泛泛之辈，只可惜 V5 在最后一关棋差一招，与 S12 全球总决赛无缘。V5 作为 LPL 联赛内具备不俗经济实力的队伍，却在上一年进行了彻底的摆烂。上一年春季常规赛 V5 排名倒数，而夏季常规赛更是稳居倒数第一。他们的表现就如同今年夏季常规赛的 W 一样，而今年 V5 管理层似乎下定决心进行重建，势必要在破圈力量愈发强大的 LPL 联赛博得一席之地。而上一年 LPL 冬季转会期的市场也给了 V5 充足的机会，有太多顶尖选手合同到期，于是 V5 直接拿下 Rookie 和 Karsa 这两位选手的价格在 LPL 赛区虽算不上最顶尖，但定然也需要花费不少的资源。此外 V5 还在打野位安排了一位天赋不错的替补打野 XLB， 下路组合则是 Photic 以及 Peepgod， 上单则由 Rich 出任。V5 把最多的钱花在了刀刃之上。英雄联盟作为一款团队竞技游戏，的确需要5人齐心协力，但只要中野够强，队伍的下限就不会低。而 V5 春天和夏天的常规赛都打得足够出色，春季常规赛称得上是一鸣惊人，整体表现要超出 LPL 赛区观众的预期。夺得常规赛第一的 V5 披上复活甲征战季后赛，夏季赛 V5 依旧取得常规赛第3的排名，但季后赛阶段的 V5 却开始陷入低迷，春季季后赛获得季军，而夏季季后赛止步第3轮， V5 也因此失去直通 S12 的机会，并且将从预选赛第2轮开始征战。今年的 V5 相当于一支全新的队伍，但是队伍在常规赛期间却磨合得非常快，而作为新队伍的致命缺点就是，一旦进入到季后赛更为激烈的 BO5 环节，队员们就难以在整个系列保持绝佳的默契和团队执行力。春季季后赛 V5 2度不敌 TES， 而夏季季后赛 V5 在第3轮不敌 LNG， 而预选赛第2轮 V5 再一次被 LNG 击败，2个赛季4个 BO5 V5 一场都没有赢下，而决胜局 V5 都打得较为糟糕。春夏2季常规赛 V5 都取得了前3的排名，但由于季后赛表现实在太差， V5 失去了通往 S12 全球总决赛的门票。预选赛第2轮和 LNG 的交手中， V5 上路位置是打得极为糟糕，对位基本上都处于劣势，更是被阿勒花式单杀，唯有那一句你永远可以相信宋一静依旧具备说服力。可惜 Rookie 一己之力不足以力挽狂澜。今年 V5 的重建思路是正确的，虽然未能晋级 S12， 但是已经彻底让 V5 成为 LPL 联赛内的强队。而 V5 目前的阵容也具备一定的争冠能力，但经历了2个赛季的检验， V5 现有的首发阵容也有着明显的可解决方案，这一点是非常可喜的。毕竟答案已经通过比赛写在了考卷上， V5 管理层只需要选择是否交卷即可。今年 LPL 夏季季后赛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那就是上单选手对于比赛的影响力越来越强。 Breeze 的无双剑姬站出来带领 RNG 闯入 S12，阿乐吃满队伍的资源也帮助 LNG 站到预选赛最后一轮。在网上看 JDG 上单369在胜者组决赛有上佳发挥， Flandra、Shenji 等上单均是队伍的获胜关键。而在把目光聚焦到 V5 失利的原因上，上单 Rich 难辞其咎，中野能够决定队伍的下限，但或许上单才能决定队伍的上限。此外 V5 2位打野选手 Karsa 和 XLB 在季后赛阶段的整体表现较为不太理想，2人季后赛均没有常规赛表现出色，这也说明2人的竞技状态不够稳定。当然，这也和教练组做出的轮换决定的因素也在影响选手的状态。Karsa 也算是 LPL 赛区的大龄选手，随着年龄的上升，判断能力会逐渐变得不太稳定，尤其是打野这个位置极具需要这项能力。而 XLB 只能算是经验不够充足，在野区博弈处于下风的情况下， Rookie 选手也难以发挥。相比联盟另外一支花费了大价钱的 BLG 战队， V5 战队在今年算是相对成功的，只是未能晋级 S12 成为不小的遗憾。不过 V5 仍旧拥有竞技状态在线的 Rookie， 这是他们最大的底气，再加上现有问题答案就在眼前，如果世界赛后 V5 没有太大变动的话，那希望明年的 V5 或许能弥补今年的遗憾。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下方评论区讨论。你们的订阅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感谢老爷收看，欢迎点击订阅，我们下期再见。